我今年90几了，做了一辈子生意，见过太多人太多事。今天我要讲一件事，一件让很多人听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残酷真相。很多中老年人以为人过60之后，那些所谓的规矩只是老一辈的封建迷信，对此嗤之以鼻，觉得自己活得通透。可悲的是，你以为的随性自由，正在把你晚年最后一点棺材本，甚至最后一点尊严，亲手送上绝路。如果不听懂这背后的逻辑，不明白社会生存学，你注定要在孤独中，在被亲人吸血中，在贫病交加中走向凄凉的晚年。我知道你们这一代人吃过很多常人没吃过的苦，好不容易退下来了，总想着随心所欲，觉得规矩是束缚，觉得老化是糟粕。但我告诉你，在我们富人圈子里，没有人把这些当迷信。我们把它叫什么？我们叫它能量管理，叫它财富风险对冲机制。你以为的迷信，其实是这个社会的底层逻辑，是世界运行的潜规则。迷信是穷人的心理安慰，规矩是富人的护城河。穷人老了喜欢随性，觉得没人管了，彻底放飞，什么衣服都敢穿，什么闲事都敢管，什么局都敢去凑热闹，他们觉得这叫接地气。但在我们这群老家伙看来，这叫破窗效应。你在向外界释放信号，释放你毫无防备的信号，释放你失去价值的信号。这不是洒脱，这是在招惹豺狼，这是在引火烧身。富人老了会怎么办？富人老了会选择闭关，会严格控制社交半径，会谨慎选择每一件衣服，会冷酷拒绝很多无理请求。这不是无情，这是在锁住家族的福报，这是在建立晚年的防御装甲。你的善良如果没有边界，就是对自己晚年的残忍。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商战缩影。我认识一个香港老牌地产华商，当年身价也是几百个亿，叱咤风云，黑白两道都给面子。但他晚年就是不信邪，觉得自己掌控力依旧，觉得身边人都对他感恩戴德，他开始随性而为，穿着破旧衣服去大排档，跟底层闲杂人等称兄道弟，甚至把重要的商业底牌在酒桌上随意向外人展露。他以为这叫平易近人，以为这叫返璞归真。结果呢，他释放了软弱与昏庸的信号。他的亲信看到了破绽，他的小儿子看到了篡权的机会，他们暗中联手做了一个局，利用他酒后的口头承诺，利用他随性签下的文件，一步一步犹如温水煮青蛙，彻底掏空了他的实际控制权。最后，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佬，在一家偏僻的养老院里被彻底软禁，孤独离世。临走前，连个真心探望他的人都没有。这就是不守规矩的下场，这就是随性展露软肋的代价。你们或许会想，我们普通人没有几百亿，就不会被别人算计了吗？大错特错。苍蝇从来不叮无缝的蛋，社会底层的吸血鬼反而更喜欢盯着普通人，盯着你们那点微薄的养老金，盯着你们那套破旧的老房子。你的随意，你的不讲究，你的没有原则，就是在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我很好骗，我没有反击能力，快来榨干我的剩余价值。为什么我说这是一场阳谋？因为这个残酷的社会绝对不会好心提醒你，那些想赚你养老钱的骗子，那些想无限度啃老的子女，他们巴不得你没有边界，巴不得你随叫随到，巴不得你掏空一切。你越是没有规矩，他们吸血就吸得越方便。这就是最隐秘的阶层剥削。富人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富人越老越冷酷，越老越懂得拒绝。穷人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穷人越老越卑微，越老越被身边人嫌弃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命中注定，这是认知维度上的绝对碾压。你半辈子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，如果你没有高维度的认知来守护，晚年短短几年时间就能败光。
生一场无情的大病，遇到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，子女一次看似合理的索取，就能让你瞬间跌入无底深渊。你以为这种危机离你很远吗？不，危机此时此刻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每天习以为常的日常里。所以收起你的天真，收起你无用且致命的随性，竖起耳朵，记住我今天说的话。这所谓的三不穿、三不做、三不去，是无数前人血淋淋的教训，是你晚年最后的一条底裤。守住它们，就是守住了你做人的尊严，就是护住了你体面的余生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这第一道防线，也就是三不穿的智慧。很多人听到这三个字，第一反应是不屑，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穿什么衣服还要别人教？你们觉得衣服只是用来蔽体的，或者是用来保暖的，最多是用来要面子的。但你在我们这群老家伙眼里，衣服根本不是布料，衣服是你的防御装甲，衣服是你的社会名片，衣服更是你的底牌探测器。穷人穿衣服是为了面子，富人穿衣服是为了藏住底牌。人过60，正式步入晚年，你的社会地位在下降，你的体力在衰退，你的赚钱能力在萎缩。这个时候，外界就像一片黑暗的丛林，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，试探你的虚实。而你的衣服，就是你向丛林发出的第一道信号。这其中，第一件绝对不穿的，就是破败寒酸、自我放弃的衣服。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，我都退休了，随便穿穿旧衣服，穿着舒服，省钱。儿女赚钱不容易，我能省则省。你以为这叫节俭？你以为这叫传统美德？但在别人眼里，这叫社交降级，这叫我已经没有价值了。社会是非常现实且残酷的。当你穿着洗得发白、领口起毛的衣服，走在小区里，去到菜市场，甚至去医院看病，你传递出的信号是什么？是我很好欺负，是我没有资源，是我连自己都不在乎了。你会发现，路边推销劣质保健品的骗子最喜欢拦住你，因为你一看就是底层，一看就是容易被恐吓的对象。就连去医院看病，你穿得破破烂烂，有些势利的护士和医生对你的态度都会敷衍几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觉得你没有背景，没有关系，得罪了你也没有任何成本。这就是隐秘的阶层剥削，你的破败寒酸，引来了社会底层最直接的恶意。你以为省下了几百块买衣服的钱，实际上你让渡了晚年最宝贵的尊严，你把自己变成了食物链的最底端。这第二件绝对不穿的，就是刻意炫耀德不配位的衣服。有些中老年人刚好相反，手里有点退休金，或者年轻时赚了点钱，老了就怕别人看不起，出门必带粗大的金项链，衣服上全是夸张的大牌名牌，10根手指恨不得戴8个金戒指。你以为这叫气派？你以为别人会因此敬重你？大错特错。在我们看来，这叫虚弱的过度补偿，这叫穿着黄金走夜路。真正有实力的人早就过了需要用大牌来证明的阶段。你越是刻意炫耀，越说明你内心极度自卑，越说明你的财富没有根基。你传递出的信号是什么？是我人傻钱多，是我虚荣心极强，很好拿捏。结果是什么？那些高息理财的杀猪盘，那些专门做局骗老人的所谓干儿子干女儿，立刻就会把你锁定为头号猎物。他们会每天对你嘘寒问暖，夸你气质好，夸你显年轻，满足你那可悲的虚荣心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卡里的养老钱全部掏空。还有你那些穷亲戚，看到你穿金戴银，借钱的时候绝不会手软，你不借他们就会道德绑架你。你穿得这么好，怎么这么小气？你这不是在穿衣服，你是在给自己招惹吸血鬼，你是在亲手摧毁晚年的财富安全网。还有最核心的第3件不穿，就是依附他人、失去自我的衣服。这一点很多老人根本意识不到，
什么叫失去自我的衣服。比如，明明不喜欢鲜艳的颜色，为了迎合儿女的眼光，为了在亲戚面前显得合群，硬逼着自己穿得花花绿绿。比如，明明穿着很难受的鞋子，只因为是媳妇买的，怕媳妇不高兴，就天天穿着。你觉得这是包容，你觉得这是在维系家庭和睦，但这背后的心理黑洞，内心深处，是你失去了自我边界，是你极度害怕被孤立，是你在讨好年轻人，在人性的幽暗面里，讨好换不来尊重，只能换来轻视。当你连穿什么衣服都要看儿女的脸色，都要迎合别人的审美时，你在家庭里的权威就已经彻底崩塌了。儿女会潜意识里觉得老爷子没主见了，老太太只能依靠我们了。一旦这种心理预期形成，他们就会慢慢剥夺你的话语权，大到家里的资产怎么分配，小到晚上吃什么菜，你将再也没有做主的资格。记住，衣服是你的领地，穿戴得体，坚持自我风格，是在告诉周围所有人，我依然清醒，我依然对自己有绝对的掌控力。为了让你们彻底明白这个道理，我给你们讲一段香港商战的往事。这是一件西装引发的破产惨案。我有一个认识多年的老友，也是香港做实业的顶级富豪。我们这群人平时喜欢在私人俱乐部、在高尔夫球会聚这种顶级的社交场所，表面上是休闲娱乐，实际上是资源的交易场，是信用评级的审查室。大家在一起喝茶，不会直接问你公司资金链紧不紧，那太低级了。我们看什么？我们看细节，看衣服。有一次，这位老友来俱乐部喝下午茶，在场的有几位外资银行的董事。那天老友穿了一身手工高定西装，这本来没什么，但他那天的西装稍微有点褶皱，袖口有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污渍。最致命的是，他的皮鞋虽然是名牌，但没有打理出那种一尘不染的光泽，他的神态也透着一丝疲惫。普通人看到这些，只会觉得他今天比较随意，或者觉得他工作太忙了。但在场的银行董事们，那都是人精中的人精。他们看到这身衣服，大脑里立刻开始飞速运转：一个身价100亿的老板，怎么会允许自己穿着有褶皱的西装出门？他的司机呢？他的私人管家呢？他的生活助理呢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力，说明他的心神已经大乱，说明他的公司一定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现金流危机，他连打理自己门面的心思都没有了。就因为这件稍微有褶皱的衣服，那几位银行董事回去后，立刻下令彻查他公司的账目。果不其然，他的实业因为投资失误，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窟窿。本来他这次来俱乐部是想谈笑风生、稳住阵脚的，但银行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直接提前抽贷。短短2个月，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轰然倒塌，他本人也宣布破产，晚景凄凉。这就是富人圈子里的心知肚明，没有人会听你怎么说，大家只看你怎么穿。你的衣服就是你精神状态的晴雨表，就是你财务状况的说明书。我们把这个残忍的规矩降为套用到你们50到70岁的普通人身上，逻辑是完全一样的。当你穿着睡衣在小区里晃悠的时候，当你穿着廉价破烂的衣服去买菜的时候，当你带着浮夸的金链子去同学会的时候，你周围的邻居、你曾经的老同事，甚至你的亲生儿女，都在心里默默地给你估价，都在评估你现在的状态，评估你能被利用的价值，评估欺负你的风险成本。千万不要怪人性现实，这就是生物的本能。强者总是被敬畏，弱者注定被蚕食。所以人过60，该怎么穿衣服，不需要多么昂贵，但必须干净整洁、熨烫平整；不需要多么耀眼，但必须质感优良、低调内敛；不需要迎合任何人，
只要穿出你这大半辈子沉淀下来的气场，每天早上起床认认真真的梳洗打扮，穿上一身得体的衣服，这不是为了给别人看，这是一种庄严的仪式，是你对抗衰老的武器。你是在告诉镜子里的自己，我还没有老去，我依然强大，任何人都别想轻易算计我。守住你的衣服，就是守住你晚年领地的第一道防线。如果连这道防线都失守了，后面的财富和尊严被别人剥夺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极致清醒的生存法则。说完了衣服这层外壳，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命脉，也就是你要守住的三不做。你们这代人啊，吃苦耐劳，自我牺牲，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。但在残酷的财富传承法则里，这种基因极其致命。这第一件事绝对不做的，就是自我感动，掏空老本的隔代补贴。这句话很刺耳，对吧？你们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。你们会说，我不帮儿女，谁帮儿女？他们现在压力这么大，买房要首付，生娃要请保姆，我的钱早晚都是他们的。我太懂你们的心理了。你们以为现在倾尽所有帮了他们，他们会对你感恩戴德。等你老了、病了、走不动了，他们会床前尽孝，伺候你终老，这叫养儿防老。但在我们这群老家伙眼里，这叫一厢情愿的豪赌，这叫主动放弃生存筹码，把底牌太早交给儿女，不是慈爱，是亲手在晚年铐上枷锁。这根本不是危言耸听。我给你们讲个圈子里的真事，一个血淋淋的教训。我有一位做制造业的老伙计，80年代靠塑料厂起家，身家几十个亿。他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思想极度传统，讲究家族和睦，父慈子孝。他在65岁那年，觉得自己身体还硬朗，为了让3个孩子早点安心，他做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。他把公司全部的股份、名下所有的房产，甚至大部分的现金，全部提前过户给了3个子女。他当时跟我喝酒时还炫耀，老哥，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，孩子们都很孝顺，我准备安心享清福了。我当时看着他，心里只有2个字：完了。结果不出我所料，刚开始那几年，孩子们确实很孝顺，天天来请安，逢年过节送大礼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拿了钱，心存感激。但人性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。到了他75岁那年，他突发严重的中风，被送进了医院的加护病房。命是保住了，但半身不遂，吃喝拉撒全在床上。这个时候，残酷的真相开始上演了：顶级的医疗费，24小时的特护费用，每个月加起来高达几十万。对这3个分了几十亿的子女来说，这点钱连9牛1毛都算不上。但是没有人愿意出。大儿子说，公司最近现金流紧张，我很难办。二女儿说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出？大哥拿的最多。小儿子干脆说，我最近在国外投资，手头没现金。他们在老爷子的病床前，公然为了医药费推诿争吵，甚至连护理员的工资都拖欠，导致没有护理员愿意用心照顾他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老板躺在散发着异味的病床上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。他看着我，老泪纵横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哭的是病痛吗？不，他哭的是人性的冷漠，他哭的是自己瞎了眼。这就是底层规矩。金钱是你晚年唯一的忠犬，只要钱还在你名下，那叫你的资产；只要钱过户给了儿女，那叫他们的财产。从你的口袋掏到他们的口袋，这叫恩情；从他们的口袋掏出来给你治病，对他们来说叫割肉。你不要去考验人性，人性是幽暗的，是自私的。哪怕是你的亲生骨肉，富人怎么做？富人设立家族信托，富人掌握着绝对的否决权。哪怕到了99岁，只要我没闭眼，家里的财政大权谁也别想碰。
这不是我不爱孩子，这是我在保护自己晚年的尊严，甚至我也是在保护他们不变成畜生，因为金钱的诱惑足以让最孝顺的孩子变成白眼狼。这第二件绝对不做的就是好大喜功，盲目投资的晚年创业。有些老人退休金挺高，手里攥着100-200万的积蓄，闲下来了，觉得自己还能折腾，想证明自己还没老，想给儿女再多赚点钱。结果呢，你们成了骗子眼里最肥的肉。这个社会上有无数个精心设计的杀猪盘，专门针对你们这群人。他们知道你有钱，他们知道你怕老，他们更知道你想被认可，于是各种高息理财找上门来了，各种加盟连锁找上门来了，各种虚拟货币养老社区找上门来了。那些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叫你干爹干妈，叫得比你亲儿子还甜，带你去5星级酒店听讲座，给你送米送油送鸡蛋，给你提供极致的情绪价值。你以为你遇到贵人了，你以为你抓住了时代的风口，你背着儿女把你一辈子省吃俭用1分1毫攒下来的养老本，甚至把名下的唯一一套老房子抵押全部投进了那些空壳项目里。结果是什么？3个月后，公司人去楼空，业务员拉黑了你的微信，你报警，警察说这是非法集资，很难追回。你站在寒风里，血压飙升，心脏病发作，你不敢告诉儿女，你连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，被骗光前后，精神瞬间崩塌，几个月就满头白发，形容枯槁。这是一场针对中老年人的精准围猎，你半辈子辛劳积累的财富，因为你的贪念，因为你不服老的虚荣心，被那些不法分子瞬间清零。所以记住这第2不做。人过60，你唯一的投资策略就是手不听任何高收益的忽悠，不碰任何你不懂的领域，把钱死死地存在国有大银行里，就算利息再低，也比被人连本带利骗光强10000倍。这第3件绝对不做的就是当个烂好人，插手他人的恩怨。有些老人特别喜欢管闲事，谁家夫妻吵架了，他去劝；谁家兄弟争产了，他去调解；甚至有亲戚来借钱，他摸不开面子，还要去做个担保。你以为这叫热心肠？你以为这叫德高望重？大错特错！人过60，你的精力在衰退，你的社会资源在枯竭，你去插手别人的因果，本质上内心深处是你害怕社交孤立，你潜意识里觉得如果我不管事了，我就没用了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黑洞。别人为什么找你调解？不是因为你多有智慧，是因为出了事可以让你背锅。我见过太多血淋淋的例子，好心给亲戚借钱做担保，结果亲戚跑路了，讨债公司天天上门打扰，逼着老人拿养老金还债去劝架，结果被失去理智的年轻人推倒，摔断了骨头，只能一辈子坐在轮椅上。那2口子和好如初了，根本没人管你的死活。发脾气是本能，管住慈悲是本事。别用你的棺材本去赌人性的感恩，这就是富人的冷酷生存法则。老了就要学会闭嘴，学会关门，学会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儿女的事情只给建议，绝不掏钱；亲戚的恩怨只听不平，绝不插手；外面的诱惑只看不买，绝不动心。这就是最难做到的一条，绝对不做烂好人，绝对不插手别人的恩怨，绝对不要去做和事佬。我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听了这话，心里会非常抗拒，甚至觉得我冷血。你们这代人受的教育是热心助人，是邻里和睦，是顾全大局。谁家夫妻吵架了，你们总想着去劝和不劝分；谁家兄弟为钱翻脸了，你们总想着去主持公道；亲戚朋友遇到难处了，你们就算自己借钱，也要帮人家渡过难关。你们觉得这叫德高望重，这叫有情有义，这叫发挥余热。但在我们这群经历过无数生死商战，看透了人性
幽暗的老家伙眼里，你这不叫善良，你这叫愚蠢的越界，你这是在替人背因果，你这是在快速消耗你晚年仅存的福报。为什么很多老人年轻时身体硬朗，老了却突然百病缠身，甚至家里接连出事？因为你们不懂得能量隔离，你们把别人的烂摊子，把别人的负面情绪，把别人的业障全部吸到了自己身上。我们来剖析一个残酷的真相：人过60之后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管闲事？不要用善良来掩饰，深层的心理黑洞是你极度害怕社交孤立，你极度恐惧自己没有用了，你从工作岗位退下来，社会地位没了，话语权没了，儿女也长大独立了，你心里空落落的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人来找你评理，有人来找你诉苦，有人来求你帮忙，你的虚荣心会得到极大的满足，你会产生一种错觉，看他们还是需要我的，我还是个重要人物。为了维持这种可怜的虚荣感，为了不被边缘化，你不惜搭上自己的时间，搭上自己的金钱，甚至搭上自己的老脸去帮别人解决麻烦。但结果呢？人性最残酷的一面就在这个时候显现了。那些来找你帮忙的人，那些求你调解的人，他们是真的尊重你吗？不，他们只是在找一个挡箭牌，他们只是在找一个替罪羊，他们只是在找一个可以免费利用的情绪垃圾桶。我给你们讲一段惊心动魄的香港商战往事。那是90年代末，香港有2大家族为了争夺一块黄金地皮，打得头破血流，互相举报，暗中做局，眼看着就要两败俱伤。这个时候，一位退隐多年的商界老前辈，也就是我的一位老友，觉得自己德高望重，看不得这种场面，决定出面做个和事佬。他摆下了一桌天价的调停酒，把2大家族的话事人都请到了现场。他用自己的信誉做担保，提出了一个利益平分的方案。当时在酒桌上，2家人都对他毕恭毕敬，口口声声说全听老前辈的安排，多亏了您老人家出面。老友当时满面红光，觉得自己挽救了一场危机，觉得自己面子天大。但他根本不知道，这2大家族其实早就暗中达成了协议，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背锅侠来承担这块地皮背后的债务风险。老友的介入刚好给了他们完美的借口。几个月后，地皮的隐藏债务爆发，高达数十亿的窟窿。2大家族同时翻脸，异口同声地对外宣布，当初是老前辈担保的，我们是受了他的蒙骗，无数的债主、公司的追讨，媒体的狂轰滥炸，全部指向了这位无辜的老前辈。他百口莫辩，因为他确实在协议上签下了担保人的名字。短短半年时间，他一辈子积累的名誉瞬间扫地。为了还债，家族资产大幅缩水，他的儿女因为受牵连，对他怨恨至极，纷纷出国。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老人，最后在极度的抑郁和悔恨中突发心梗离世。他死的时候，那2大家族的人连个关心都没有。这就是强出头的下场，这就是插手别人因果的代价。发脾气是本能，管住慈悲是本事。别用你的棺材本去赌人性的感恩。你以为这只是商战里的故事吗？不，这种底层的残忍规律，每天都在你们普通人的生活中血淋淋的上演。你想想，你身边有多少老人因为帮亲戚做贷款担保，最后亲戚不见人，自己每个月的养老金被法院强制执行，晚年连吃饭都成问题。有多少老人去劝架，去调解儿女的婚姻，结果说错了一句话，被媳妇记恨了一辈子，最后2口子和好如初，你却成了家里最讨厌的外人，被彻底孤立。有多少老人听信了老乡的哭诉，把钱借给人家应急，结果要钱的时候，对方成了大爷，你成了孙子，最后钱没了，朋友也没了，还气出了一身病。记住我这句话，人世间所有的矛盾
都是利益的博弈，都是别人自己种下的因果。夫妻吵架是他们的因果，兄弟争产是他们的因果，亲戚破产是他们的因果。你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人，你的能量已经在衰退，你的防御力已经极度脆弱。你去插手这些事，就像是一个没有穿防护服的人，冲进了重度辐射区。你不死谁死，你不倒霉谁倒霉。那些负面的情绪，那些不好的咒骂，那些纠缠不清的利益，会像水蛭一样紧紧吸附在你的身上，吸干你的精气神，耗尽你家族最后的福报。在我们顶级富豪的圈子里，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：慈悲生祸害，冷酷保平安。真正的强者越老越无情，真正的智者越老越沉默。别人借钱直接拒绝，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内疚。你的钱是你的命，谁也不能动。别人诉苦，左耳进右耳出，点头微笑，绝不表态，更不给任何实质性的建议。儿女的家事装聋作哑，只要他们不打出人命，就绝不跨过边界去干涉。你以为这是自私吗？不，这是极致的清醒。当你学会了冷酷，当你切断了所有不必要的因果，你会发现你的晚年突然变得无比清净。没有人再来烦你，没有人再来算计你。你的血压稳定了，你的睡眠变好了，你的钱包安全了。你把所有的能量都收回到了自己身上，用来养生，用来锻炼，用来享受每一天的高质量生活。这才是晚年最顶级的活法，这才是真正的福寿绵长。收起你那泛滥的同情心吧，管好你那致命的慈悲。你的善良如果没有长出牙齿，那就是这个世界最鲜美的韭菜。从今天起，做一个不好惹的老人，做一个不管闲事的老人，做一个守住自己边界的老人。守住这三不做，你的财富才不会流失，你的尊严才不会被践踏，你的晚年才能拥有真正的铜墙铁壁，护住了资产和能量。接下来我们来讲最后一关，也就是你晚年绝对不能去的三不去。这关乎你晚年的磁场。很多中老年人听到磁场，以为又是什么迷信，或者以为是算命看风水，大错特错。在我们顶级富豪的认知里，磁场就是环境心理学，就是你周围人际关系的总和，就是你每天吸收的能量级别。人过60，你的身体机能在走下坡路，你的灵魂防御力在变弱。你就像一块失去保护层的海绵，你去了什么样的地方，你就会吸收什么样的能量。你去错了地方，就会被那些肮脏的、贪婪的、充满怨气的磁场瞬间吸干你晚年的精气神。这其中第一个绝对不去的，就是旧情复燃、暗中攀比的同学会和同乡会。我知道你们很孤独，退休了，儿女不在身边，总怀念年轻时的青葱岁月。微信群里一喊，说要办个40周年同学聚会，你激动的一晚上睡不着觉。你翻出最好的衣服，甚至还去染了个头发。你以为你是去叙旧的，你以为你是去重温美好的，但我残酷地告诉你，人过60的同学会根本不是青春的追忆，那是资源的2次洗牌，那是不怀好意的做局盘，那是一场赤裸裸的阶层鄙视链。你在酒桌上看看那些人混得好的，高谈阔论，明里暗里炫耀子女的成就，炫耀自己有多少套房产。他们是在叙旧吗？他们是在寻找优越感，是在拿你们的平庸来垫高他们晚年的虚荣。混得差的呢，在一旁点头哈腰，满嘴的酸言酸语，或者逢场作戏的敬酒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那些表面热情，背后却盯上你钱包的老同学。他们会拉着你的手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苦，说自己做生意破产了，说自己得了重病没钱治，然后顺理成章地向你借钱。你借不借？在那个气氛烘托下，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，
为了保住你所谓的面子，你咬着牙把棺材本借了出去，结果呢，这笔钱永远也回不来了。你的晚年为了一个所谓的面子，瞬间陷入了财务危机。还有更严重的所谓的旧情复燃，人老了，夫妻感情淡了，在同学会上遇到当年的初恋，喝了点酒，几句花言巧语，就以为自己又迎来了第二春，背着家里的老伴搞起了黄昏恋，最后被骗财骗色，闹得晚节不保，妻离子散。儿女觉得你丢人现眼，跟你彻底断绝关系。你以为你去的是同学会，其实你走进的是一个精准收割你财富和尊严的屠宰场。这第二个绝对不去的，就是是非不断、怨气冲天的底层牌局与八卦圈。很多老人闲得发慌，每天吃完饭就跑到小区楼下的棋牌室，或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跟一群街坊邻居凑在一起。你们都在干什么？打着1块2块的麻将，聊着张家长李家短的八卦。你以为这叫打发时间，你以为这叫接地气，但在我们看来，你这是在慢性自杀。你看看那个环境里充斥着什么样的语言？我那个儿媳妇真是不孝顺，现在的物价怎么这么贵啊？我这浑身上下都是病，痛死我了。隔壁老王听说生大病快不行了，全都是抱怨，全都是戾气，全都是对生活的绝望和不满。这就是最典型的底层磁场。你每天泡在这种环境里，听着这些负能量的垃圾话，你的潜意识就会被污染，你会变得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疑神疑鬼，你会觉得自己的儿女也不孝，你会觉得自己也病入膏肓。本来你没病的，在这种怨气冲天的磁场里，不出半年，你也会被憋出一身病来。更危险的是那些牌局，刚开始是1块2块，后来变成10块20块，里面往往混杂着一些专门靠骗老人钱为生的老千。他们几个人串通一气，专门做局坑你一个人。你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，其实人家是在合法的洗劫你。你输光了买菜钱，输光了看病钱，最后气得血压飙升，倒在牌桌上，谁来替你收尸？你以为你去凑个热闹，其实你是去当了别人的血包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富人是怎么做的。在我们顶级富豪的圈子里，有一种极其奢华的行为，叫做社交做减法。我们越老越不见人，我们甚至会每年更换自己的私人联络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隔离所有的无效磁场，我们要保护自己晚年的能量。那些曾经的酒肉朋友，那些总是带来负面情绪的亲戚，那些图谋不轨的商业伙伴，通通切断联系，一个都不留。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孤独。富人在孤独中聚财，穷人在热闹中散福。我认识一个做外贸起家的老板，身家也是相当丰厚。他65岁那年突然解散了自己所有的群，退出了所有的商会和同乡会。他搬到了一个安静的郊区别墅，每天只做3件事：看书、打太极、陪老伴种花。他连手机都很少看，外界的消息一概不理。当时很多人嘲笑他，说他越老越孤僻，说他失去了人脉，注定没落。结果呢，3年后遇到了一场波及全行业的金融风暴。当年那些天天在酒桌上称兄道弟，在各种群里互通有无的老板们，因为互相担保、互相借贷，一个接一个的破产倒下。而我这位老友，因为早就切断了所有的社交连结，没有参与任何一笔烂账，他的资产毫发无损。他在高质量的孤独中保全了家族3代的财富。而那些喜欢凑热闹的人，在喧嚣中输得倾家荡产。这就是降维打击，这就是认知的差距。普通人害怕孤独，因为普通人的灵魂是空虚的，需要用别人的热闹来填补。而真正的高人把孤独当作最顶级的保养品，在孤独中修心，在孤独中聚气。人过60，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。
你剩下的每一天，你剩余的每一滴精力都无比珍贵。不要再去那些消耗你的地方，不要再见那些消耗你的人，把你的时间还给自己，还给那些真正关心你的至亲，或者就还给清风明月，守住这个三不去。你的心就会彻底静下来，心静了，病就少了，心静了，福报就来了。这不是避世，这是对晚年生命最极致的尊重与保护。远离那些做局圈，守住你灵魂的净土，你才能迎来真正的豁然开朗的余生。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，也是最凶险的一关。这关乎你晚年的终极尊严，关乎你这辈子最后的收官战。这第三个绝对不去的，就是看似免费，实则收割的养生讲座与免费旅游圈套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中老年人，平时去菜市场买把青菜，为了1毛2毛钱，能跟小贩站在街头吵上半个小时。家里的剩饭剩菜收了，都舍不得扔，热了又热继续吃。结果呢，去了一趟所谓的养生基地，去听了几节免费的健康专家课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随随便便就能刷卡几十万，买回一堆毫无用处的保健品，甚至倾家荡产，买下根本不存在的高端养老床位。你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，以为领了几个免费鸡蛋就是赚了，大错特错。天下最贵的东西，往往标价非免费非，守得住寂寞，才守得住晚年的尊严。我做了一辈子生意，我太了解那些做大健康产业的财团，太了解那些隐秘的跨国保健品巨头了。在他们那套冰冷的大数据系统里，你们根本不是人，你们是一块块待宰的肥肉，是一组组精确计算过的消费者画像，是一个个可以被完美操控的心理模型。他们有一整套极度残忍的收割漏斗。首先是撒网与筛选，用什么筛选？就是用免费做诱饵，社区门口的免费测血压，超市门口的免费领鸡蛋，公园里的免费健康咨询，甚至组织大巴车拉你们去免费1日游。为什么一定要免费？因为贪小便宜是底层人性的弱点。一旦你拿了他们的东西，你的心理防线就出现了第一道裂痕，你就产生了潜意识的亏欠感，你觉得不好意思直接走开。这就是他们要的初步服从。接着是精准打击软肋，他们背后有顶级的心理学专家团队，他们把中老年人的恐惧研究得透透彻彻。他们知道你怕死，知道你怕生大病拖累儿女，更知道你常年孤独，缺少陪伴，儿女忙于工作，1个月也见不到几次，你的情感世界是一片荒芜的废墟。于是他们派出了经过严格训练的业务员，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比你的亲生骨肉还要孝顺100倍。他们天天去你家陪你聊天，一口一个干爹，一口一个干妈，叫得比蜜还要甜。他们帮你打扫卫生，帮你扛大米，你生病了，他们半夜送你去医院，甚至端来一盆热水，亲手给你洗脚，一边洗一边流着眼泪说心疼你。你感动吗？你当然感动得一塌糊涂。你心里会想，我养了几十年的儿女都没这样伺候过我，这孩子真是个好人啊。这叫情绪价值陷阱。他们用极低廉的人工时间成本，精准填补了你晚年巨大的情感空洞，让你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严重依赖。你把他们当成了最后的感情寄托，紧接着就是最终的收割。当你对他们产生了毫无保留的信任，他们就会把你带到一个封闭的高级会场，那里有西装革履的所谓专家，有令人血脉奔张的音乐，有炫目的灯光和几十个配合表演的人。他们会在大屏幕上给你播放不好的疾病晚期视频，无限放大你对疾病和死亡的深层恐惧，把你吓得手脚冰凉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告诉你，只要买了他们研发的特效药，只要投资了他们即将上市的养老股权，
你就能百病不侵，你就能长命百岁，你就能给儿女留下一大笔财富。在那个狂热且极端封闭的气氛里，在周围人疯狂抢购的从众效应下，在你那干儿子干女儿流着泪的哀求下，你的理智彻底崩塌了。你乖乖交出了银行卡和密码，你把藏在床底下的存折拿了出来，你把你一辈子省吃俭用一分一毫攒下来的血汗钱，全部拱手送给了这群西装革履的吸血鬼。等你从那个狂热的气氛中清醒过来，等你发现那些所谓的神药其实只是廉价的糖水和淀粉，等你发现那家公司已经连夜跑路，打电话全是空号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。那种打击是毁灭性的，你不仅仅是失去了金钱，你失去的是对这个世界的信任，你失去的是晚年赖以生存的底气，你的血压会瞬间飙升至危险极值，你会整夜的失眠、掉头发。你不敢告诉儿女 ，because 儿女一旦知道，不会同情你，只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老糊涂，骂你败家，骂你越老越蠢。你的老伴会被你气得生病。你们原本平静的晚年生活，瞬间变成了痛苦的深渊。你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，被这看似免费的诱饵撕得粉碎。所以我用最严厉的语气警告你们，任何打着免费旗号的局，绝对不去。不管他们说的天花乱坠，不管他们态度多么卑微，守住你的门，守住你的腿。寂寞是你最好的护身符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极度昂贵的价格。好了，到这里，我把这三不穿、三不做、三不去全部给你们掰开揉碎地讲透了。你们现在还觉得这是封建迷信吗？这分明是一套滴水不漏的防御体系，这是顶级富豪圈子里心照不宣的闭关修炼之法。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9条铁律。不穿破败寒酸之衣，是为了不向底层暴露虚弱，引来蚕食；不穿刻意炫耀之衣，是为了不向恶意展露财富，招惹妒忌；不穿失去自我之衣，是为了守住家庭话语权的底线；不掏空老本隔代补贴儿女，是为了死死握住晚年生存的筹码；不盲目投资晚年好大喜功，是为了保住弹药，不被高端资本收割；不插手他人恩怨去做烂好人，是为了切断业障；不被别人的因果，不去旧情复燃的同学会，是防备俗人网络的资源洗劫；不去怨气冲天的底层牌局，是防备垃圾人对你磁场的深度污染；不去看似免费的养生旅游局，是防备跨国资本对你的终极收割。这9条环环相扣，层层递进，从你的外在形象防御，到你的财富资产防御，再到你的精神磁场防御，为你构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。人过60，就像是一艘航行了大半生，已经有些老旧、千疮百孔的船，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还行，还能乘风破浪。但只要一个残酷的时代大浪打过来，只要船底有一个不起眼的漏洞，这艘船就会在瞬间沉没。这9条铁律就是用来修补你人生漏洞的钢板。我做了一辈子生意，我见过太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，因为晚年的一步走错，因为一个不该交的朋友，因为一笔不该投的钱，导致家族分崩离析，晚景无比凄凉。我也见过很多普普通通的底层人，因为懂规矩、知进退、守得住本分、耐得住寂寞，晚年反而越过越红火。福泽子孙这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就没有变过。富人之所以是富人，不是开玩笑，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多好，而是我们对人性有着极度冷酷的认知。我们绝对不会把晚年的幸福与安危寄托在别人的良心上，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道德上。我们只相信手里的筹码，只相信铁一样无情的规矩，
只相信利益切割的边界感。穷人之所以晚年凄凉，往往是因为过度天真，因为泛滥的同情心缺乏边界，因为贪图小利而失去了大局的清醒。我今天说的这些话可能极度难听，可能极度刺耳，甚至冷血，但我可以摸着90多年的良心说，这是我一生商海浮沉的极致智慧，是你们用几百万也买不到的保命金丹。如果你能听懂，如果你能从看到这段视频的今天开始，把这3不穿、3不做、3不去深深地刻在你的脑海里，冷酷且严格地执行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的晚年绝对不会过得太差。那些想要算计你的高智商骗子，那些想要吸干你血肉的穷亲戚，那些等着看你笑话的势利眼熟人，都会在你这道冰冷的防火墙前碰得头破血流，知难而退。你会省下大量的无效社交时间，你会省下极其宝贵的精力，你会死死守住你辛苦积累的财富，你也必将赢得儿女真正的敬畏与尊重。当你剔除了生命中所有的消耗品，当你学会了无情与冷酷，你会突然发现60岁根本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另一种极致自由的起点。你可以穿着得体考究的衣服，花着自己绝对掌控的钱，享受着清净无染的高维度磁场，从容的、体面的、充满尊严的度过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余生。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，不要让你的善良成为别人收割的镰刀，不要让你的随性成为晚年悲剧的根源，守住规矩才是你人生最后的护城河。祝各位晚年安康，百毒不侵。